首先，我要介绍一下什么叫做兰德实验，为什么要请大家来参加这次兰德实验。兰德实验是1980年元月2号，当时北京上层领导交给我这个任务。情况大概是这样的：1979年12月31号下午，北京领导派了一个工作组，这个工作组一共5个人，赶到了四川万县的沙河看守所，把我从石球牢里边直接给释放了。这对当时来讲是对全国来讲就是石破天惊的大事儿。第二天是80年元旦，就80年代开始的第一天休息。第二天，也就是1980年的元月2号，在中共四川省委万县地区委员会的会议室，中央这个工作组一共5个人，正式接见了我们被释放的7个人。我们被关押的原因，被判死刑的原因，是我在1971年在四川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研究会的主要问题就是研究会的纲领。当时我们那个是研究会嘛，每个人要提交研究报告，每一周每一个人，这7个都是学生出身的人。比如说我离开学校不久，其余几个人还年轻一些，他们是68级的，刚文化革命结束以后就开始分配到万县的。研究会的每一周要学习，每个规定的很严格，每个人每一周要提交一篇论文，就逼使每个人必须去学习。学习背景是什么呢？因为中国发生了那个913事件，就是林彪反革命集团事件，就是那以后，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向全国人民提出了一个号召全国人民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当时毛主席提倡读原著，识骗子，就是像陈伯达、林彪这类的人，口头上高呼天天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结果他们是一类歪曲马克思主义的骗子。要求大家全国人民读原著，识骗子，就识别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骗子。于是我们就响应号召，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以后就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研究会的主要成果，也就是研究会的一个纲领，大家公认的一个纲领，就是由四川大学数学系刚毕业的刘宗志，现在是成都工作，当时分配在万县，他起草的一篇文章就是中国向何处去，提出了一个石破惊天的问题。因为我们搞马克思主义要认真读马克思主义，读的结果才发现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大骗子搞的大骗局，完全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于是这篇纲领就直抒胸臆，就提出了一个对文化大革命的最严厉的批判，也提出来了一个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当时是根据马克思主义，人类历史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要经过不同的历史阶段。像恩格斯对马克思本人的那个介绍，他的评价是，马克思本人他的功绩，他的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就是像达尔文一样。恩格斯说，达尔文发现了
自然界的、生物界的进化规律。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进步进化的规律。他把它和达尔文是相提并论的，一个是对自然界的进化规律的一个叙述，一个是对人类社会进步的规律的描写。根据这个马克思的一个结论，我们就认为中国缺乏历史阶段。比如说马克思简单的，他认为人类是首先由奴隶社会进入到封建社会，再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再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再进入到共产主义社会，这5个历史阶段。可是我们中国呢，缺乏一个，由封建社会就跳到社会主义了，又缺乏一个商品生产阶段。于是我们认为中国的前途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原文在革命的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秩序。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秩序，这就不得了了。当时就无异于公开提出来要建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为在当时那个苏联的教科书当中，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是划等号的，商品生产就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就是商品生产。于是我们就变为了反革命集团，当时非常严重这个事儿。整个政治待遇在四川省来讲，就跟处理林彪反革命集团是相等的。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就把这个中国向何处去变成营印件、打印件发到全省的大队一级的党支部，供全体那些党员和群众学习和批判。四川日报每周3批个专版批判这篇文章。峨眉店制片厂，就四川省的一个电影制片厂，峨眉店制片厂还拍了一部纪录片，纪录片的名字叫《除恶务尽》，在全国公演。一直到我释放出来以后，我还在沙市，就湖北的沙市这个地方看到过这部电影纪录片的广告预告，叫《除恶务尽》，影响非常大。我因为是这个研究会的负责人、主犯，就判了死刑，关在看守所准备执行。判死刑的时间是78年3月15号，在四川万县最大的广场，村和平广场。现在还存在，那个地方还存在。我经常回万州的时候，我去看看那个地方。全市停产、停工、停产、停学，把全市集中起来来宣判，开批斗会、宣判会。那是1978年3月15号。但是我们打。也许是很多党内的老同志，包括四川省委的很多老同志，有意识帮助了我，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帮助。他们不能够去阻挠判我死刑，申办判我死刑，他们不敢，也没人的斗争策略也不允许。但他们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就拖一天算一天，大概他们知道北京正在发生变化，所以没拖到多久，拖了1个月多月，不到2个月时间，光明日报就是在78年5月11号发表了10件事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引起全国的轰动，也救了我的命。我立刻从阶下囚，从死囚犯就变为了座上宾，就是大概是这个过程。